2020年6月11日，索尼在 PS5 的线上发表会中展示了一部吸人眼球的游戏，一个游走在未来科技感纽约街头的太空人和一名金发的可爱小妹妹，突然因为重力失衡遭遇了卫星撞击。在那个当下，没有人知道这款游戏的主题和玩法，但出色的画面和充满吸引力的角色，让它成为发表会上最令人注目的重点作品。这款游戏就是即将在今年4月17日推出的人机迷网 Pragmata。从后续官方发表的几支宣传影片，我们得知故事是发生在月球基地，人类在月球发现了一种神秘物质——月仙。这种物质只要拥有数据，就可以 3D 列印出任何东西。人类因此在月球建立了庞大的研究站进行开发。某天，月球研究站突然与地球失去联系，主角休·威廉斯随着调查队前往月球，却遭遇大规模的月震，导致他与队友失散并且重伤。在绝望之际，他被一名外表如同小女孩的机器人戴安娜所拯救。在休苏醒后，得知月球基地被失去控制的 AI EDUS 所控制，所有自动化的设备和作业机器人都变成了杀戮机器。休必须要透过戴安娜骇入的能力，在充满危机的月球基地找出回到地球的方法。而戴安娜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？这个故事设定，我觉得在 AI 技术蓬勃发展的现在，特别有 feel 啊！老派大叔对决邪恶 AI， 妥妥的王道设定。在游戏发售之前，我们整理了几个重要的资讯，希望对大家之后推进游戏有帮助。影片开始前，别忘了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现在订阅，之后我们变成大伟有土博后，就可以跟朋友说：“哦，那个练 Party 哦，我在他们1圈订阅的时候就开始追了啦。” OK，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。游戏基础玩法 Pragmata 是一款第三人称的射击动作游戏，可能有人会觉得跟《恶灵古堡4重置版》或者是《恶灵古堡9》很像，但这一款游戏在人物的移动上是比较滑顺的，然后举枪瞄准的视野也比较宽阔，让玩家可以随时留意场上的情况。游戏在遭遇敌人的时候，可以透过 LT 钮来瞄准敌人，并按压 RT 钮来进行射击。RB 钮是闪躲，在敌人命中前进行闪躲的话，可以触发高速闪躲，会有缓速的子弹时间。A 钮设定为跳跃，跳跃后长按可以使用推进器滞空，要注意闪躲、跳跃和滞空都会消耗推进器能量，如果能量不足就不能进行那些动作喽。武器系统，本作主角休的基础武器是握柄枪，初始状态只能够射击6发，子弹会随着时间恢复。休可以使用在场景中捡到的武器，武器主要分为攻击类、防御类和战术类，每个类型都只能捡取1种。如果在场上想要更换别的种类，就必须要舍弃旧的。这些特殊武器都有子弹限制，弹数耗尽后就无法使用了，因此在作战的时候需要注意资源掌控，并且选取适合的武器类型，才会事半功倍。骇入系统，在瞄准的过程中，我们可爱的小伙伴戴安娜可以对敌人进行骇入。骇入的方式是在瞄准后，通过 XYAB 钮来将矩阵界面上的游标移动到目标处。完成后，敌人就会暴露他们的弱点，休才可以制造有效的伤害。我想大家可能会担心操作起来会手忙脚乱。依照我们在体验版游玩的过程，操作起来其实很直觉，不用太过担心。在游戏的过程中，休和戴安娜可以在场景中获得骇入节点。骇入节点拥有特殊效果，只要在骇入的路径上串接起来，就可以触发，像是一次骇入多位敌人，或是降低敌人的防御。善用的话很有帮助。不过近期游戏媒体释出新的游玩片段，可以发现敌人的数量和特殊能力会让骇入的过程变得困难。希望游戏难度的曲线不要太过夸张。避难所及强化系统，面对众多的暴走机器，主角绝对需要提升自己的能力。随着故事的推进，我们可以解锁避难所，并且通过在游戏中类似魂系篝火的逃生舱来进行传送。在避难所中，可以遇到可爱的小机器人阿昌，可以使用我们获得的月仙来制作骇入节点或者是武器，同时也可以对休和戴安娜进行强化。在游戏过程中，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布制品来装置避难所，调查这些装置就可以让可爱的戴安娜跟他们进行互动。哇，超级疗愈！探索与解谜，作为一款射击动作冒险游戏，当然少不了探索解谜要素。
本次游戏的舞台设定在月球，肯定会出现低重力或者是无重力的区域，像体验版就有许多宝箱藏在需要利用推进器才可以到达的位置。解谜的部分，虽然目前体验版只有靠戴安娜来对装置进行骇入，但依照老卡设计游戏的经验，肯定会有2个人分开各自使用能力来解谜的情节，真的很令人好奇后续关卡会有什么样创意的表现。角色特殊造型，从目前官方贩售的游戏版本可以看到修和戴安娜的特殊造型，像是武士忍者、机器师、搬运工和毛茸茸猫咪造型。有没有可能像《恶灵古堡4代重置版》一样，在通关后我们可以透过点数来解锁拥有特殊能力的造型呢？例如像是无限弹药啊、无限冲刺等等。戴安娜这么可爱，肯定应该还会有更多服装的，对吧？多重结局的传闻，作为一款强调 AI 探讨与剧情导向的作品，网络上已经有不少内线爆料 ，Pragmata 将包含多重结局机制，结局的走向很可能取决于修和戴安娜之间的互动，或者是让某些重要的 NPC 存活。目前尚未有更进一步的情报来佐证，但只希望不要像2月当时《恶灵古堡9》流出的坏结局一样震撼就好。哇，真的被吓得半死啊！购买版本与硬体建议。最后一点也是大家最关心的，到底要买哪个版本？游戏将在4月17日登陆 PS5、Xbox Series 和 PC， 而 Switch 2的版本则是会在4月24日发售。如果你追求极致的 R1 引擎光追画面和最流畅的帧数体验，哇，那 PC、PS5 和 Xbox 绝对会是首选。但你追求的是想要随时随地在被窝里打怪解谜，哇，那等一下 NS2 的版本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NS2 的版本还有另外一个优势，就是 N 卡的 DLSS 功能在优化的部分是绝对不用担心的。目前 Pragmata 在各平台都推出了试玩版，建议大家在掏钱之前先去下载来玩玩看，看看自己选择的主机或者是电脑能不能扛得住哦。以上这就是我们为大家整理的 Pragmata 人机迷网发售前的重点资讯。等了快6年，我们终于可以和戴安娜一起在月球探险。不知道大家最期待游戏里的哪一个部分呢？是硬派的射击战斗，还是单纯想看大叔修跟戴安娜的温馨互动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。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是练 Party， 没意外的话，4月16号晚上8点，我们会第一时间直播这款游戏。我们月球基地见，拜拜。